深秋的终南山冷月无声，大唐两大星象大师的焚春境遇却天差地别。李淳风的墓穴虽布满剧毒与暗弩，仍被历代贪婪的盗墓贼破坏殆尽。而相距不远的袁天罡墓未设任何机关，1300年来却未曾被人翻动寸土。这位生存大师冷漠且精准地算中了未来，为自己挑选了一张由时代国运守卫的护身符，他的安息之地，如今正不偏不倚地落在全天候重兵把守的最高级别军事禁区内。夜深了，请留下您的订阅与吉言。现在，让我们闭上眼，把时间拨回那规矩尽碎的隋朝末年。远在北方的隋炀帝正把整个帝国的壮劳力像填补深渊一样填进高句丽的战场，另一批人被驱赶着没日没夜地用血肉之躯凿开连通南北的大运河。中原大地的官道两旁，饿的骨骸堆叠在一起，野狗在荒村里发出凄厉的嚎叫。战火顺着残破的驿道一路烧到了西南的蜀地。成都平原的一个贫寒农院里，雨水顺着发黑的茅草屋顶连串滴落，屋子里终年弥漫着一股挥之不去的发霉泥土味儿。年轻的袁天罡穿着粗糙的麻衣，安静地蹲在漏水的屋檐下，看着院子里的泥泞。他没有找一根削尖的木棍去投奔起义军，也没有捧着残破的书简去权贵门前乞食。他的手里捏着几根磨得发亮的干草，在湿润的泥地里一遍又一遍地画着错综复杂的卦象。积水冲刷掉泥土里的痕迹，他便用冰冷的手指再次刻画。这不是凡人祈求神明保佑的迷信，这是一项庞大到令人窒息的数据推演工作。他在破解这个世界运行的底层代码，将天下的兵荒马乱还原为系统参数失衡后的必然崩塌。天上的星辰轨迹移动了1寸，地上的山川龙脉发生了一丝偏移，甚至邻居说话时气流的微弱变化，眼角肌肉不易察觉的抽动，在他的大脑里都化作了一组组绝对理性的生灭数据。别人在乱世里看到的是活不下去的绝望，他看到的却是每一条因果逻辑线在冥冥之中的精确咬合。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时代观测者。没过多久，大隋朝那座腐朽透顶的楼阁轰然倒塌，大唐的旗帜在废墟和白骨堆上竖了起来。改朝换代对底层的百姓来说只是换了一批收税的官差，但对于那些手里握着权力的属地官员来说，却是一场随时掉脑袋的生死洗牌。昨天的座上宾，今天可能就被当成前朝余孽打入死牢；同坐一桌饮酒的同僚，明天也许就会踩着你的尸体往上爬。在那个一马传递消息极其缓慢的年代，每一个手握重权的人，夜晚躺在拔步床上都会被冷汗惊醒。他们迫切需要一双能够看穿迷雾的眼睛，告诉他们哪条路是生门，哪条路是死局。袁天罡安静地坐在那个连门板都快掉下来的破院子里，他没有扯起算命的布幡去街头招摇，只是端着一个缺了口的粗瓷茶碗，等着猎物自己上门。最开始是在衙门里当差的底层小吏，趁着天黑摸进院子碰碰运气。没过多久，那些身上熏着昂贵香料、穿着上等丝绸的县令与刺史们，开始在夜色的掩护下坐着小轿悄悄停在院外。刚下过雨的院子泥泞不堪，几个白天在公堂上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生死的大人物，此刻却像做错了事的稚童。他们拘谨地收拢着华丽的宽袖，为了不弄脏官靴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垫着脚尖走过水洼。他们战战兢兢地站在穿着粗布麻衣的袁天罡面前，压低了嗓音，从袖兜里掏出沉甸甸的金银锭子。金银放在残破的木桌上，发出沉闷的碰撞声。他们问出的问题出奇的一致，全是被世俗欲望裹挟的恐惧。先生，您看我今年年底的政绩考核能不能过关？先生，
我站的这个阵营会不会被上面的大人物清算？袁天罡坐在那个摇晃的破木凳上，目光越过升腾的茶水热气，扫过他们因为纵欲而浮肿的眼袋。他看着这些官员因为内心的恐惧，双手指节捏得微微发白。他将这些面部数据与星象时局结合，大脑里瞬间推演出了冷酷可怕的结局。他明明在眼前这人的脸上看到了大唐初年那场即将到来的权力清洗之刀，他明明看到另一个官员印堂上笼罩的死气，知道对方的寿命绝对熬不过今年立冬。他甚至能透过这几个人的命运纠葛，隐隐拼凑出整个大唐帝国未来几百年的兴衰轮廓，但他一言不发，连呼吸的节奏都没有改变分毫。他太清楚了，如果把那些关乎王朝更迭、生死轮回的天道真相说出来，这些为了保住乌纱帽急红了眼的官员，立刻就会拔出腰间的横刀。他们会把他当成动摇军心的蜂妖，当场乱刀砍死在泥地里。在一个所有人都只关心明天能不能升官发财的世道里，去谈论100年后的天下大事，是会引来杀身之祸的。袁天罡收回了看透宇宙的目光，眼底的深邃瞬间被平庸掩盖。他轻轻吹了吹茶水上漂浮的碎叶，喝了一小口。他用最平淡最世俗的语气给出了这些权贵最想听到的答案。大人，3月之后会有文书从京城快马送达，您的位置能往上挪一挪。大人，今年切记少往东边走，破些钱财，但人头保得住。他不讲天道，只讲利益，他不谈生死，只谈升迁。他就用这种克制到极点的冷漠，把极其宏大的天机降维包装成了凡人愿意掏空家底购买的官场指南。官员们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千恩万谢地留下丰厚的枕巾，倒退着退出院子。袁天罡把桌上的金银收进粗布唾沫里，在这个命如草芥的乱世，他不仅算准了这些人的命数，更算准了这些人的贪婪与恐惧。时间的车轮滚滚向前，他的预言像铁钉砸进木板一样，一次又一次地被现实精准验证。那个被他说3月后有文书下达的官员，在第90天的黄昏，双膝跪地接到了长安的调令。那个被暗示要破财免灾的刺史，因为一桩陈年账目被罚了重金，却险之又险地避开了杀头之罪。在蜀地的官场圈子里，袁天罡这个名字变成了一道不可言说的保命符。他足不出户，大唐西南半壁江山的权力更迭与人事调动，就通过这些达官贵人的脸清晰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像一个隐形的执棋者，静静地看着这些人在权力的迷宫里四处乱撞。那些受过他指点并高升的官员，把他的神奇事迹顺着蜀道的栈道，越过崇山峻岭，一路带向了更远的地方。贞观初年，这种带着神秘色彩的传闻吹到了利州城的都督府。坐镇利州的是大唐开国功臣武士樊。这位曾经跟着唐高祖李渊打天下的封疆大吏，正处在家族权力扩张的关键节点。武士本是并州的一个木材商人，靠着毒辣的眼光押上了全部家当，换来了今天的地位。商人出身的他骨子里刻着深深的阶层焦虑。大唐讲究几百年的世家门第，他迫切地想知道自己用命搏来的这份家业，几个儿子到底能不能守得住。听闻成都有一位神算，他立刻派出了规格最高的车马，带着成箱的玉器丝绸，南下将袁天罡请到了利州。都督府的会客厅里燃烧着名贵的西域沉水香，青铜香炉飘出的白烟在房梁下盘旋。武士板满脸堆笑，热情地招待了这位穿着朴素麻衣的相面大师。客套的茶水还没喝完，他便迫不及待地吩咐老仆将家眷一一请到堂前。袁天罡坐在紫檀木的客座上，姿态放松，
眼神平静如一潭死水。他的大脑像一台没有感情的精密算盘，处理着眼前走过的一个个面部骨骼走向。武士父前妻生下的2个儿子武元庆和武元爽率先走了出来。袁天罡端着茶碗的手顿了一下，目光只在2人脸上停留了一瞬。他放下茶碗，瓷器碰到桌面发出一声轻响。他淡淡的开口：这2位公子将来都能做到刺史一类的官职，保住武家家业不成问题。武士听闻此言，紧绷的后背放松下来，满意的捋了捋下巴上的胡须。紧接着，出身弘农杨氏的季氏杨夫人由丫鬟搀扶着走了出来。袁天罡抬眼看着这位夫人，微微点了点头，语气里多了一丝断定的意味。夫人古法不凡，日后必定会生下显贵至极的子嗣。一切都在按照最常规的权贵应酬套路进行。袁天罡完美地扮演着一个拿钱办事，给主家提供情绪价值的高级顾问。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他明天就会带着赏赐回到成都的院子里。历史偏偏在这个充满沉香气味的下午，撕开了他最血腥的一角。杨夫人听了断言，心中大喜，转身吩咐身后的保姆。保姆快步走进内室，不一会儿，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走了出来。大唐富贵人家为了祈求孩子好养活，常把女婴穿上男童的锦袍。保姆怀里的婴儿便穿着一套精致的男童服饰，袖口绣着暗金色的云纹。袁天罡漫不经心地抬起头，目光落在了那个婴儿的脸上。就在目光交汇的那个瞬间，会客厅里流动的空气仿佛凝固成了冰块。袁天罡那张永远波澜不惊的面具在这一秒彻底碎裂。他手里端着的茶碗猛地倾斜，几滴滚烫的茶水砸在他的手背上，烫出红印。他却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他的脸色瞬间褪去了所有的血色，变得惨白如纸。那个婴儿的眼神里没有半点寻常孩童的懵懂与清澈，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跨越了岁月的稳定凝视。袁天罡看着那婴儿的眉骨走向与隐秘的气场，一股仿佛来自地狱的寒意顺着他的脊椎骨直冲后脑。武士和杨夫人察觉到了气氛的异样，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武士咽了一口唾沫，紧张的身子前倾问道：先生，这孩子可是有什么不妥？袁天罡深吸了一口气，宽大袖管里的手指死死掐住自己的掌心。他强压着内心翻江倒海的惊惧，拼命克制住自己想要立刻转身冲出都督府的冲动。他用一种近乎干哑的颤抖声音缓缓吐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判词：龙瞳凤颈，极贵艳也。他停顿了一下，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嘴里咀嚼碎玻璃。若是女子，实不可言。武家人听到前半句，长长的吐出一口浊气，满心欢喜。他们以为极贵不过是将来能进宫当个贵妃，光宗耀祖。他们根本听不懂袁天罡嘴里那句不可言背后究竟藏着怎样恐怖的尸山血海。在一个男尊女卑被写进帝国律法和道德纲常的年代，一个女人想要跨越雷池，坐上那把象征着天下共主的龙椅，绝不是什么美好的励志传说。在袁天罡的世界里，那代表着整个封建系统的毁灭性崩塌。他眼前的这个穿着男装的可爱婴儿，是一把未来将屠戮整个大唐权贵阶层的铡刀。这把铡刀会切碎旧的门阀，斩断李唐宗室的根基。整个长安城的太极宫将被几万人的鲜血彻底淹没。这场惨烈的推演如同巨石砸进深渊，让袁天罡面临着此生最凶险的一次抉择。他本可以连夜要一匹快马奔赴长安，冲进太极宫的朱红大门，跪在天子的脚下指着利州告发。只要他喊出武家女婴日后会夺走李家江山，太极宫的主人定会赐下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
他或许能借此加官进爵，甚至穿上紫色的官服，成为大唐皇室的首席国师，但他没有迈出这一步。作为一个洞悉人性幽暗与皇权反噬的数据观测者，他太了解帝王心术的无情了。没有任何物证，单凭一个相士的口舌去诛杀封疆大吏的满门，武士根一旦在临死前反咬他妖言惑众，他立刻就会身首异处。退一万步说，即便天子信了并秘密处死了那个女婴，知道这等皇家惊天丑闻的知情人，也绝不可能活到第二天的日出。天威难测，掩盖真相的第一步是杀掉威胁，第二步便是诛杀所有的知情人，开口是死，告密也是死。袁天罡那双深邃的眼睛飞快地垂下，避开了婴儿的对视。他找了一个最寻常的借口，匆忙谢绝了武家设下的晚宴。当夜，他连一件多余的衣物都没有收拾，只带上几块干粮便逃离了利州城。他像一个在没有月亮的黑夜里不慎撞破了皇家屠宰场的路人，死死捂住自己的嘴巴，拼命狂奔。他只想回到蜀地那个漏雨的院子里，继续做那个只算升迁贬谪的平庸方术之事，假装这一切根本没有发生过。但天道运转的轨迹从不由凡人的意志而停滞。武家人因为那句命格极贵的判词，开始在蜀地权贵的游宴上不遗余力地炫耀关于这位能一眼看穿人一生荣辱的神算传闻。顺着满是车辙的驿道，越过剑门关，那些隐秘的耳语穿过层层关卡，最终飘过了太极宫高耸的宫墙，落入了大唐开国皇帝唐太宗李世民的耳中。贞观8年的初春，2名身披明光铠的皇家禁军护卫着一名宦官，踏碎了成都平原的晨雾。宦官的手里捧着一卷用上等丝帛制成的明黄色诏书，径直闯入了袁天罡那个破败的农家院落。大唐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下令要见他。在封建皇权的绝对物理压迫感面前，当那卷明黄色的丝帛在泥地前展开时，任何拒绝的念头都等同于抗旨死罪。袁天罡来不及更换身上的粗布麻衣，就被两侧沉默的甲士请上了前往都城的马车。车轮在崇山峻岭间颠簸碾压，车窗外的湿润水汽渐渐被北方的干燥黄土所取代。这漫长的几个月驿道颠簸，对旁人而言是平步青云的登天之梯，但对这个大脑里装着2000年历史源代码的相师来说，却是一条走向天下最危险之地的绝路。马车驶入长安城明德门的那天，天色有些阴沉。袁天罡被宦官领着，穿过重重叠叠的朱红宫墙，直接带进了太极宫的深处。这座用巨大原木和沉重青砖堆砌而成的宏伟建筑，将人的身躯与尊严压迫至微尘。大殿幽深的阴影里，他终于见到了那位踏着兄弟骨血登基的帝王。李世民端坐在龙椅上，目光如同一把刚刚饮过血的横刀。帝王的视线从上到下冰冷地刮过袁天罡的脊梁，没有多余的寒暄。帝王抛出了他内心深处最致命的疑问。天子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带着不容违逆的沉重压迫。先生精通星宿，能看穿天机，那么你替朕算算，朕的大唐能传多少代？朕的寿数还有几何？整个大殿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彻底冻结，站在阴影里的太监宫女们连呼吸都强行憋住，冷汗顺着太监的额角无声地滑进衣领。这是一道真正的送命题。袁天罡的双膝跪在冰冷刺骨的金砖上，他的脑海中早已浮现出那个残酷至极的标准答案。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大唐的国祚会在哪一年被一个姓武的女人残忍截断，他也清晰地看到李世民会在哪一年因为吞食丹药而七窍流血暴毙。但他若是抬起头，
诚实地将这血淋淋的结局全盘托出。太极宫的侍卫在日落前就会将他剁成肉泥。真相在绝对的权力中心，是催命的毒药。在这生死悬于一线的瞬间，袁天罡的额头紧紧贴着冰冷的金砖，他没有露出丝毫惊慌，也没有故弄玄虚地保持沉默。他用一种书生气十足的迂腐语调，开启了一场滴水不漏的太极推手。辰观天象，紫微星明亮，古语云：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他缓缓抬起上半身，目光谦卑地停留在天子靴子的边缘。只要陛下清浊博腹，广开言路，这江山自然如渭水一般源远流长。至于陛下授术，只要圣体为何时不偏信方士之言，自能得享天年。这番听起来引经据典的外交辞令，实则没有交代任何具体的人物与时间节点。他把一个精确的数字推演巧妙地化作了无法被验证的帝王道德哲学。李世民听罢，眉头微微皱起，显然对这种圆滑的官腔并不满意。帝王抬起手指，随意点向朝堂上站着的几位紫袍大臣。天子要他当场测算这几位重臣的前程，这是真刀真枪的试探。袁天罡立刻收起了刚才的玄虚，他仔细端详着那几人的面容气色，他毫无保留地报出了这几位大臣哪一年会升迁，哪一年会被贬谪，连他们日后会身患何种隐疾都说得分毫不差。李世民派人暗中记录核实，在随后的数月里，朝堂上的人事变动如同按图索骥一般，在那些大臣身上严丝合缝地应验了。皇帝龙颜大悦，赏赐了成百上千匹的西域绸缎，并赐予他官职，将他永远留在了长安。袁天罡坐在皇帝赐予的华丽宅邸里，看着堆积如山的赏赐，他心里冷如明镜，这根本不是什么恩宠，而是一个用黄金打造的坚固牢笼。它成了皇帝手里一件名贵的青瓷摆件，虽有观赏价值，但稍有不慎就会被摔得粉碎。在这座暗流涌动的皇城里，袁天罡遇到了太史局的李淳风。李淳风是一个为了星象推算可以陷入痴狂的技术天才，他对朝堂上的尔虞我诈毫无兴趣，每天只趴在堆满竹简的案几前，用复杂的算筹计算星轨。一个洞悉人性的生存者碰上了一个纯粹的数理疯子。皇帝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两个大脑组合的巨大威力，一道带着杀机的秘密旨意从太极宫传出，命令两人联手推演大唐未来的国运走势。两人被安置在太史局的一座偏殿内，门外站满了披甲执锐的禁军，连一只飞蛾都无法靠近。夜深人静，太史局里那座巨大的铜壶滴漏发出单调而沉闷的水滴声。偏殿里点燃了数十根粗壮的牛油巨烛，将墙壁上的星象图照得亮如白昼。李淳风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整个人陷入了科学探索的狂热之中。他手中的狼毫毛笔在白马纸上飞速游走，将天体运行的规律带入朝代兴衰的模型。大唐的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之后的五代十国，宋朝的积弱，元朝的铁骑，乃至大明的火器，全都在他的笔尖下迅速成型。他不是在写预言，他是在享受解开宇宙代码的狂欢。袁天罡静静地站在李淳风的身后，摇曳的烛光打在他的侧脸上，他的额头正渗出一层细密的冷汗。在李淳风的眼中，这是一份惊世骇俗的学术巨著，但在袁天罡的眼里，这是一份足以株连九族，让长安城血流飘杵的死亡名单。如果明天清晨，他们将这份写满了未来2000年所有帝王姓氏和造反地点的标准答案呈递给天子，李世民绝对不会有任何感激。任何一个封建帝王，当看到自己的帝国注定灭亡，
子孙注定被屠戮时，唯一的反应就是陷入疯狂的恐惧。皇帝会立刻下令动用国家机器去搜捕纸上记载的所有姓氏。为了保证这本天书的秘密永不外泄，皇帝会毫不犹豫地杀掉所有的知情人，只有死人的嘴是最严实的。当这份推演录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就是他们二人被秘密处死在偏殿的时刻。李淳风毫不知情，他的笔尖已经沾满了浓黑的墨汁。他深吸了一口气，正准备在纸上画下第60项的终极图景。就在那吸满墨汁的笔锋即将触碰到白马纸的瞬间，一只手从后方的阴影中伸出，沉稳地推了李淳风的后背一把。李淳风猝不及防，身子前倾，笔尖在纸上划出了一道长长而杂乱的废墨。他惊愕地回过头，正对上袁天罡那双在烛光下冷如深渊的眼睛。天机不可泄露。袁天罡的声音压得很低，在这死寂的偏殿里，这句话如同一把重锤。兄弟，别算了，回去睡觉吧。李淳风愣在原地，他看着袁天罡眼底那一抹深深的惊惧与疲惫，他那颗被蒜愁填满的脑袋瞬间被一盆冰水浇透。他读懂了这句寻常话语背后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政治杀机。推背图永远定格在了那一根杂乱的墨痕上。袁天罡转过身，推开偏殿沉重的木窗。长安城初冬的冷风夹杂着远处的亘古声灌进衣领。他望着黑夜中有如一头巨大野兽般蛰伏的太极宫，这座被万人朝拜的权力中心，在他眼里不过是一个随时会炸裂的火药桶。他轻轻合上木窗，将冷风隔绝在外。他明白靠装傻已经无法保住性命，他必须策划一场让最高权力挑不出任何毛病的大逃亡。若是直接递交辞呈告老还乡，多疑的帝王定会怀疑他察觉了什么风向，甚至怀疑他要去辅佐谋反的藩王。几日后，一封荒唐至极的词呈送到了天子的案头。袁天罡没有谈及任何朝政，也没有托辞身体抱恙。他用玄门相术中最专业的术语向皇帝陈述了一个理由：辰相火不合，他的命理五行与长安城现在的气场发生了严重冲突，久留必有大灾。李世民看着这5个字，朱笔悬在半空，停顿了许久。这是一个完美的借口。天子敬畏天象，面对这种纯粹的玄学冲突，他无法用世俗的政治逻辑去反驳，也无从起疑。皇帝最终落笔，给了他一个偏远地方官的职务。火井县县令，那是一个位于西南边陲的荒僻小城，因地下常有天然气冒出火光而得名。几个月后，那个曾与千古一帝谈论国运的顶级相师，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的青色县令官服。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了火井县那张掉漆的公堂案几后面。清晨的薄雾还没散去，衙门外的鸣冤鼓被敲响。袁天罡拿起案上的惊堂木，轻轻拍下，堂下跪着2个面红耳赤的农夫，正为了昨夜谁家偷了谁家的下蛋母鸡争吵不休。袁天罡那双曾经看透了王朝更替规律的眼睛，此刻正专注地盯着地上的那只芦花鸡。他耐心地听完2人的互相谩骂，翻开大唐律书，他认真地判决被告赔偿30文铜钱，各打50大板，随后宣布退堂。他日复一日地将生命消耗在这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中，他不再仰望星空，每天只过问县里的秋收账册，巡视漏水的牢房。他深知对抗绝对皇权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自己变得绝对的平庸和无害。只有当他满身都是红尘柴米油盐的气味时，天子才会真正将他从那个致命的名单上划掉。岁月在火井县的烟火气中平静流逝，直到贞观9年的春天，长安城的使者带着明黄色的诏书，再次踏进了这座偏远的县衙。
天子或许是遇到了难解的国事，下令将他重新召回京城。县衙的属官们激动地跪伏在地，以为县令大人终于要重返太极宫了。袁天罡站在堂前，脸上没有任何波澜，他没有伸手去接诏书，也没有去后堂收拾包裹。他看着那位满脸堆笑的使者，用一种谈论昨日天气的平淡口吻开了口：劳烦尊使跑这一趟，不过臣恐怕回不去了。使者脸上的笑容凝固，刚想用皇恩浩荡来劝说，袁天罡微微摇了摇头，指了指自己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袍心口：臣的寿数就在今年的4月，已经没有未来了。他说出这句话时，连一丝叹息都没有。这是手里握着人生剧本的顶尖清醒者，面对既定终局时的从容。凡人面对死亡总会求神拜佛，试图挣扎，但在他的眼里，生命的长短早就被参数锁定，挣扎毫无意义。他向朝廷递交了病假的文书，最后一次踏上前往长安的驿道。他不是去面圣，而是去终南山下挑选自己的安息之地。那时的李淳风已经在这片山坡上为自己修筑了一座机关算尽的墓穴，流沙、连弩与剧毒防腐材料构成了复杂的地下防御。袁天罡看着老友的杰作，嘴角露出一丝极淡的微笑。他明白青铜会生锈，流沙会被掏空，物理的防御在活人千年的贪婪面前不堪一击。他在几百米外的荒地上停下脚步，没有让工匠挖设任何陷阱。他目光穿透了山林，推演着千年后的地脉走向与政权更迭。他算准了这块毫无起眼的荒地，最终会被未来的强大国家机器划入绝对控制的军政禁区。他用最彻底的什么都不做，完成了最牢不可破的跨越1000年的降维防御。4月的晚风如期吹过终南山，他平静地闭上了眼睛。他生前极力隐瞒的血腥剧透，在时间的长河里一一兑现。李世民因吞服丹药毒发身亡，那个穿着男装的婴儿踩着李唐宗室的白骨坐上了龙椅。地下的袁天罡听着地上的厮杀与哀嚎，毫发无伤。当一个人看透了所有的起伏与成败，他没有选择逆天改命去当救世主，他只是平静地回到尘埃里，吃好每一顿糙米饭，判好每一桩纠纷。既然结局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该来的风雨一滴都不会少，又何必在走向终点的路上徒增惊恐与内耗？放下对未知的执念，安心处理眼前的琐碎，或许才是这残酷世间最顶级的智慧。夜色已深，请关掉外界的喧嚣，感受窗外的宁静。在历史浩瀚的星空下，愿你今夜能拥有一个没有焦虑的香甜梦境。晚安。